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慢时慢语。前几天我准备了4年之久的书，终于上线开始预售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呢？其实书现在正在印刷厂疯狂印刷中，我自己还没有收到样书，据说一会儿就会送来了，现在正在等待中了。那今天给大家做一道书里的菜，因为书里的菜大部分都是有视频配的，但是还是有2、3道没有，今天就做其中的一道葱姜盐焗童子鸡。首先我们需要预热烤箱。到200度，这时候一会儿要用的容器也一起预热。我今天选了我们自家出品的浅乌兰铸铁锅，一块老姜切片，一把小葱可以打成结，把姜片和葱结都塞进鸡肚子里。这里我用的是童子鸡，大概1斤多的重量是比较合适的。现在这个鸡有2个开口处，一个是屁股的地方，可以用牙签给它扎住；另外一个就是脖子的地方，也可以拿牙签固定住。尽量保持这个鸡是一个密闭没有开口的状态。然后它2条腿可能会岔得比较开，可以用厨房线给它绑在一起。然后鸡翅膀最好也是给它固定在腋下，这样处理后的鸡瘦肉会更均匀。注意鸡在烤之前一定要把表面的水分完全彻底的擦干，你摸一摸它的表皮会感觉非常的干燥，没有任何的水分才可以。嘎吱窝和胯下都不要漏掉哦。接着找一大张锡纸对折，然后另外一张锡纸对折给它成10字，在中间铺一层粗的粉盐。这个盐呢，我在书里头用的是粗盐，在最初的博客版本里头用的是粉盐，所以今天我还是用粉盐，就是这种喜马拉雅的粉色的盐结晶，它是岩盐，跟海盐有一点不一样。你家里如果只有海盐，也可以用海盐，但是千万不要用细盐哦，颗粒越大越好。把处理好的鸡放上去，鸡胸朝上。把锡纸窝一窝，接着再把剩下的粗盐撒到里头，尽量均匀地覆盖到鸡的每一寸表皮。把这个窝收起来，接着再准备一张锡纸盖在表面，把它整个密封。现在烤箱已经预热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可以把之前一起预热的铸铁锅拿出来。把用盐包裹好的鸡放到铸铁锅中，然后在它的表面用小刀划出一个小口，这样一会儿蒸汽可以有地方跑出来。现在连锅放进烤箱中，我们需要焗烤大概45到50分钟。如果你的鸡特别大的话，时间也要相应的延长。在等待烤鸡的时候呢，可以来做一下酱汁，把葱切成细细的葱花，然后姜需要擦上姜蓉。我今天用的这个砧板很方便哦，因为它上面自带一小块这个擦姜蓉的地方。然后起一个小油锅，放一点油，把姜蓉放进去炒，然后放入葱花，炒出香味儿。接着倒入一点点生抽、白糖，然后清水，略微煮开，这个酱汁就好了。注意生抽不要放太多，因为盐焗鸡的表皮是比较咸的。好了，现在时间差不多了，到45分钟的样子了，可以去检查一下你的鸡。如果你能闻到很明显的鸡肉的那个香味儿，它差不多就是好了。这个时候可以出锅，把表面的锡纸还有盐都去掉。然后注意哦，鸡的表皮会比较咸，然后会粘附比较多的盐粒，最好是拿一个小的毛刷，非常仔细的把表面的盐全部刷干净。现在鸡的表面都清理干净了，就可以转移到一个盘子里。盘子里头我已经事先放了一些香菜，你可以整只鸡搭配着酱汁上桌，或者如果你想要吃相更加优雅的话，也可以把这个鸡拆掉，因为现在这个鸡已经是烤得非常熟烂了，它身上的肉也是都很好拆的。不过鸡肉里的水分还是非常足的。先把鸡翅、鸡腿这些比较大件的部分拆掉。然后直接用手撕就可以把鸡肉完整的撕下来。刚才盘子里的香菜你也可以直接撕成小段，和鸡肉这样拌在一起。或者如果你想要加更多蔬菜的话，可以加一些生菜碎或者是黄瓜丝，都很不错。然后刚才做好的酱汁可以少量的淋一些，然后拌拌匀就好了。
这样鸡肉的香味儿、蔬菜的清新，还有酱汁里头葱姜的香味儿都可以充分的融合在一起，吃起来会非常的鲜和香。希望你们喜欢喽。对了，之前用过的盐不要扔，放进铁锅里把水分炒干，保存好可以重复利用的。这样用盐焗出来的鸡，它整个鲜味都会被锁在里头，肉质很嫩。然后刚才大家也有看到，里面汁水是很充裕的，反正味道很好，希望你们能够尝试一下喽。然后刚才正好拍摄的时候，我的书也送到了，这是我收到的样书。然后现在第一批已经发售的已经发出去了，你们应该有收到吧？应该有7000个人收到签名本，里头有编号，你们可以看自己有没有中奖来兑奖。那这本书里头还有几道菜，之后我也会拍成视频。然后如果你们在看书的过程中觉得有什么不明白或者想问我的，都可以到我这来留言，我会尽量给大家解答。那就感谢现在已经购买我书支持我的人了。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喜欢我的节目，不要忘记收藏并分享哦。如果喜欢我本人的话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3都会有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。